面积超10平方公里，越美眼中的牛轭礁被我国民兵渔船控制。越南一直觊觎我国南海岛礁，试图通过控制南海岛礁来盗采周边资源。在越南媒体眼中，我国渔民被称为海上民兵。越南青年报多次报道，我国民兵渔船控制牛轭礁。牛轭礁具体位置在哪？有何重要之处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越南。越南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的东南部，该国三面环海，国土狭长。越南北面与我国相邻，西面面向柬埔寨和老挝，国土面积33万平方公里。截至2022年，当地人口约9847万。越南多青壮年，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60%。相比于我国与日韩、新加坡等国，越南劳动人口多且价格低廉，暂时不会陷入老龄化危机中。加上该国土地成本低，吸引了大量外国企业来此建厂，因此该国工业多为劳动密集型。2022年，越南吸引的外资中，制造业为129亿美元，约占吸引外资总量的57.5%。越南属于出口型经济，依赖外部市场。中国既是越南的主要出口地，也是越南最大的进口来源地。截止到2022年上半年，我国对越投资额达到223.1亿美元。今年前10个月，中越贸易额达到1851亿美元。不过，越南本身工业基础薄弱，高端产业发展困难。越南是新兴经济体之一，发展十分迅速。1986年革新开放后，越南开始经济的高速发展。在1986年至2019年之间，越南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超过6%。2022年，越南 GDP 约409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8.02%。该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，主要种植稻米、玉米、咖啡等。该国海岸线漫长，沿海地区多天然良港，渔业资源丰富。2022年，越南的水产总量约842.3万吨。越南对我国的感情比较复杂，既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，又认为中国经验对该国指导意义不大，既无法与中国经济脱钩，还在海上觊觎我国南海。越南是侵占我国南海岛礁最多的国家，高达29个，比如南威岛、中业岛、双子岛等。牛轭礁。南海岛屿众多，牛轭礁并不像中业岛、仁爱礁等出名。牛轭礁位于南沙群岛，南沙群岛被称为万里石塘、万里长堤。南沙群岛北起熊南礁，南至立地暗沙，西到万安滩，东接海马滩，是南海最南的一组群岛，也是岛屿滩礁最多、散布范围最广的群岛。南沙群岛有230多个各种形态的岛礁，部分岛礁组成了中叶群礁、九章群礁、道明群礁、郑和群礁等6大群礁。牛轭礁就位于九章群礁。九章群礁是椭圆形的纺锤形环礁，大致呈东北至西南走向，环礁长约56公里，宽9至14公里，其内有礁湖，水深超过50米。九章群礁的一大特点是多门，环礁外部是深海水槽，水深约2000至3000米。九章群礁的东南和西北礁盘发育良好，西南部礁盘分为2部分，分别是北面的鬼罕礁和南面的赤瓜礁，二者相距1.7海里。鬼罕礁呈4角形，被我国渔民称为鬼罕线。鬼罕礁周边多暗礁浅滩，绝大部分位于水下，面积1.8平方米。赤瓜礁呈冬瓜状，是一个面积9.4平方公里的干触礁，内部有次出细湖，面积大约1.3平方公里。东北部有礁门连通外海，周边生产赤瓜参，被我国渔民称为赤瓜县。赤瓜礁距离东北部的琼礁大约4.3海里，与北部的景洪岛相距约10海里，距离东门礁大约20海里。九章群礁东北部的礁盘就是牛轭礁，从空中俯视，牛轭礁的形状形似人字形牛轭，因此得名牛轭礁。我国渔民也称其为九章头。牛轭礁涨潮时淹没，它是九章群礁中最大的干触礁，总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。牛轭礁最大宽度 0.8 公里，分为2段，东西段长约 7.5 公里，南北端长约 6.5 公里。拉远镜头，牛轭礁身后跟随着一群岛礁，整个九章群礁像是射出水中的利箭，箭头就是牛轭礁。正因其独特的造型，牛轭礁可以阻挡外侧的海浪，成为九章群礁中唯一一个拥有大型细湖的岛礁，是渔船的天然避风港。九章群礁并不被我国完全实控，鬼罕礁、景洪岛、琼礁、冉青沙洲被越南控制，我国控制牛轭礁、赤瓜礁、东门礁、南门礁、西门礁等。
牛轭礁的重要性。今年我国与菲律宾围绕南沙岛礁展开了多次交锋，我国在南沙3座岛屿设下登浮标，其中一座就是牛轭礁。越南一直对牛轭礁虎视眈眈。自2021年起，该国青年报多次报道牛轭礁，称我国渔船经常在牛轭礁附近聚集，峰值最高时达到300艘。而根据越南渔民的描述，经常聚集在牛轭礁附近的大约100艘。牛轭礁地理位置优越，它与赤瓜礁一东一西，首尾呼应，对九章群礁形成包夹之势，能防止越南对九章群礁的进一步侵占。同时，赤瓜礁和牛轭礁还能与附近的安达礁、南薰礁构成另一道防线，彼此相互支持，保证我国对周边海域的掌控。从自身条件来看，牛轭礁拥有九章群礁最大的西湖，内部渔业资源丰富，是我国渔民的传统渔场。而且牛轭礁礁盘面积大，是一处天然避风港，比较适合进行吹填工作，工作量相对较小。此外，牛轭礁与三沙市驻地永兴岛相距约800公里，距离越南金兰湾约620公里，与菲律宾巴拉望岛相距约315公里，与其首都马尼拉相距855公里，是我国在南沙的重要战略支点。因其先天条件的优越性，越南和菲律宾都宣称对其拥有主权，所以在看见我国渔船停靠时，就会过度反应。